林凡，你聚众造反，攻县衙，杀衙役，临死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徐达，当年为什么反，我也一样。大胆！不是活不下去，谁会造反？朝廷说免税，县里照样收钱。长生祠要钱，清点银要钱，过路要钱，活命也要钱。我全村的人卖儿卖女，最后连过冬的种子都保不住。此非妖言惑众，应尽早诛杀。大将军，你跟着皇上打天下时，难道不是因为猿狗欺压吗？快杀了他！慢着！近日窜入新安7人，当前目标徐达，当前距离10里。兄弟，在这个地方，咱欠人一条命。陛下欠谁的命？当年咱快饿死在雪地里，是一户姓林的人家把咱背进屋，把他们家仅有的半个红薯给了咱。若有一日见到恩人后代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带回来见咱。臣遵旨。我家曾经救过他的命，现在却造他的反，你说为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大将军，此贼临死胡言，他说林家救过陛下，只是想活命。闭嘴！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。我家救过皇上，若不是活不下去，岂会走上造反这条路？押回牢里，没我的令，谁也不准动他。大将军，此贼聚众造反是重犯，本将军的话你听不懂吗？你说救过陛下是怎么回事？活不下去又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父亲在雪地里救过他朱重八，他说过要为这天下百姓讨个公道。可如今呢？朝廷说免税，县里照收，交不上粮就抬走锅，交不上银就牵走牛，牛没了就拿人抵。大将军，村里饿死的人，账上写逃户；被卖掉的孩子，账上写牵走；被打死的乡亲，账上写病亡。大将军，你们当年反袁是因为袁廷吃人，如今换了天，怎么还在吃人？我回来之前，谁也不能动他。快去报信儿，报给府里，再转胡相，就说有大麻烦了。老爷，真要惊动胡相？去！你以为胡编些故事就能救你命，竟敢杀官造反？你怕吗？我怕！我背后站着胡相，你这种反贼随手就能捏死。叛乱平了，反贼头目杀了吗？没杀。为何？侄子说他家曾救过陛下，如今活不下去，被逼得只能造反。陛下当年可曾让臣找过一户姓林的人家？咱当年落魄时确实被人救过，但咱不记得什么姓林的人家。陛下，此人就是怕死编故事，不如直接处死算了。先带回来，咱要听听天下百姓活不下去是因为什么。若说不清，朕亲手剐了他。是。胡相都发话了，今晚必须让他死。凡哥，大将军去京城了，咱们是不是能活了？系统能植入记忆，只要能见到朱元璋，就有翻盘的机会。把人拖出来，换衣服。别去，他们要把你们当劫囚的贼杀了。都拖出来，换衣服。议好了，今晚有人劫囚，林凡趁乱逃跑，
被当场格杀。杀人灭口！你也看见了？凡哥见了皇上，替俺们阿顺，你还想见陛下？下去见吧。御前令，带林凡进京。将军，有人劫囚，下官正在平乱。你胆子不小啊！全部带走！你就是林凡，为何聚众杀官，铤而走险？因为天下百姓早已无生路可走。朕确实被人救过，可咱不记得有姓林的救命恩人呢。就是一个为了活命编故事的反贼！果然这小子是胡编的。可你说百姓们造反，都是因为朕的大明江山逼得他们活不下去，是吗？是，陛下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有千秋万殿之功劳。可如今的大明，与元廷无异。给咱拉下去，我寡了！第一篡改系统启动，当前目标朱元璋，当前距离8步，是否直入禁狱？拉下去，给咱活拐了他！原来你那些话都是骗人的。江山夺了，当了皇帝，根本就不管百姓如何。陛下，此人先是煽动灾民杀官造反，被抓后为了求活编造恩人故事，实乃欺君，罪无可赦。臣请将其诛杀。臣等复请。你还跟我们斗，找死！朕什么话骗了你？陛下可愿意听听草民的故事？陛下，此子胡言乱语，应尽早诛杀。让他说。这个故事要从我爹捡回一个快饿死的乞丐说起。害他娘！快烧水！这人再动一会儿就没命了。小凡，忍一忍，他再不吃就死了。那天大寒，我还在襁褓里，我家只剩半个红薯，我娘给了那个人，我爹把唯一一件破棉袄盖在他腿上，救命之恩，咱一辈子不敢忘。开门，动人！只要追兵掀开那块木板，我们一家都得死。兄弟，若你真打出一个太平天下，我们这一家就没白饿。陛下，此子还在编撰是您恩人的故事，贼心不死。没错，陛下，他最会煽动灾民。我还没说完。说来说去，你不过只是救了一个乞丐，谁知道他死哪里去了？还打天下，你忽悠谁呢？当我们都是白痴不成？在我爹眼里，那不是乞丐，那是还敢跟冤狗拼命的英雄。难道陛下起了同情之心？人往后山跑了！我大伯引开追兵，他手里只有一根扁担，抬回来时，身上10几处刀伤。我二叔翻山寻粮，好不容易找到半袋米，可天气太冷，找到他的时候，米还在，人已经没了。我爹连大伯的棺材都买不起，只用草蕨佐了人，埋在后山。我二叔冻死在山沟里，那半袋糙米，第一碗还是给了那个人。这都是你一张嘴说出来的，谁能证明？就算你真的救了那个乞丐，但这些
跟我大明江山有何关系？你所言纯属胡编故事，根本与陛下毫无关系。我不是说给你听的，那个被穷苦百姓喂活的乞丐，后来还记不记得百姓？可我们没想过去找他要什么报答。不能再让他说了。爹，天下太平了，咱们不去找他吗？不能去。天下刚定，他管的是天下人的命，咱一家救恩不能压到他肩上。我爹说，那个人若记得自会回来，若不记得也别怨。他做到高处，眼前是天下，不能只看一花穷人。苦情乱人心，反贼若靠哭诉脱罪，国法何在？让他说完。官爷，朝廷说免税，村里真没粮了。朝廷要粮，陛下要粮，交不上就是刁民。我爹跪在县衙外，从天亮跪到天黑。他说百姓求活路，该走朝廷正门。可王知县给他的是一顿棍子。那天大雪，王知县的人冲进来，抢我爹藏着的半袋谷种，那是全家的命。这是明年的种子。官爷，这是明年的种啊！求求您，这是命啊！命，没钱，你们就不配有命。我爹被打得卧床不起，但他一句陛下的不是都没说，他只说陛下肯定不知，若皇上知晓，定然会管。陛下，他在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这种事儿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拖走挂在树上，我看谁还敢藏私。我娘为了那袋种子，被他们拖到村口，身上只剩一件破中衣。小凡，别过来，好好活下去。我爹被活活打断脊梁，疼了1月才死。我娘为了那袋种子，被他们在雪地里冻到没气。够了，陛下面前岂容你哭嚎卖山？哭嚎？你们在奏折上写太平，可我们村口挂着死人；你们在殿上说国法，可王知县一句话就能把人打个半死。陛下，他全是胡扯。他爹娘抗税本就是刁民抗旨，他们的儿子还杀官造反。陛下，臣明白了，此人说了半天不是要证明身世，他是想借苦难故事博取同情，抹掉自身的造反死罪。陛下，胡相说的是，若造反都能靠几句哭诉脱罪，天下刁民人人都要学他。灾年催粮是为国库，国库空了，边军吃什么？地方修祠庆典也有定例，不能让一个反贼坏了朝廷体面。林凡在乡里本就是恶徒，他纠集饥民，抢粮仓，杀官差，如今又编出恩人故事，造反欺君，属实难饶。陛下不认你，就算说的再惨，也只是死路一条。林凡，可惜了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哭得再惨也洗不掉死罪。按律聚众造反，登斩。林凡，你不是会告吗？你告啊！看陛下信你，还是信满朝文武？陛下，此人已经疯魔，臣请将他拖下去，就地处死。我还没说完，我想问问你，朱重八，直呼救命，太猖狂了！这下他死定了。当年愿意救你的人，愿意替你挡刀的人，愿意把家里最后吃食让给你的人，他们图你什么？他们图你做皇帝吗？他们的后人跪在这里被骂成刁民，他们是信你，
信你能驱逐鞑虏，信你坐上这把椅子后，穷人不用饿死，女人不会衣不蔽宿，孩童不用再抱着死去的爹娘哭嚎。可你这些臣子，他们眼里只有权力，只有党争，只有银子，只有乌纱帽。他们吃百姓的血肉，还要让他们跪下谢恩！大胆贼子！来人，拉下去！立刻拉下去！林凡，你死定了！县里的账没人能翻，我就是天！小凡，哭了你了。杀！把王知县给咱碎尸万段！查！是谁提拔的他？是谁害死的林大哥？朕要杀他全家，诛他9族！陛下，辱民可以打听，惨事可以编造。他方才说的宰相也只是空口白牙。陛下明察，他根本是胡编乱造。若真有什么乞丐，早就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。你是在骂朕吗？给咱拐了他！陛下饶命，互相救我！陛下。若随便一个死囚喊几句救命，讲几段惨事，就能认作恩人之后，那天下反贼都能来金殿认亲。孩子，你说你是恩人之后，可有凭证？系统，我需要一个锚点。记忆已写入，可生成实物锚点，缺口托词碗。一个破碗，林凡，你疯了吗？陛下，这个碗你还认得吗？这道痕，大哥，这碗留着，日后凭此碗，朱重八以命相报。是咱给的，是咱亲手给的。孩子，真的是你。赌赢了，这条命暂时保住了。陛下，臣不敢说碗是假的，臣相信这碗是真的。碗是真的，但人未必是真的。老狐狸，他要切断我和碗的关系。那是20多年前的事，兵荒马乱，物是人非，真正的恩人一家手无寸铁，怀着这等信物，就像孩童抱金砖。而林凡是什么人？他聚众造反，攻打县衙，杀过官差。他若杀了真正的恩人一家，知晓故事缘由，夺了这只碗，今日冒名顶替，谁能证明？这碗是我爹临死前给我的。死无对证，自然随你怎么说。系统，再改一次，让他信我就是恩人的儿子。同一目标短时间内无法2次深度篡改，强行使用，宿主反噬。没牌了。小子，咱愿意信，但还得详查。来人，先将林凡押入诏狱，查户籍，查骨龄，查过往，咱查个底调。陛下圣明。是，小子，别扛了，只要按个手印儿，任你杀了恩人一家，夺宝冒充，丞相也就给你个痛快。嘿，想让我画押，除非我死。系统还要多久冷却？系统提示：深度篡改，冷却时间剩余12小时。该死，还要这么久？再打下去，我就真被打死了。停手吧，既然他嘴硬。那就让他的骨头说话。林凡，你很聪明，骗过了陛下，但你忘了一件事：骗局再完美，身体是不会撒谎的。动手吧。是，老朽咽了一辈子血，活人的骨头一摸便知春秋。骨已合，骨质坚密，然其齿痕，关节磨损之度。老东西，你想干什么？回禀丞相。此子骨相已定，推其齿龄骨龄，此人精髓当在20上下，绝不超过21。林凡，你百密一疏啊！至正4年，陛下在陈家村遇难，那时候恩人家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，算作1岁。如今是洪武元年，中间隔了整整24年，真正的恩人之子今年应该是25岁，而你只有20岁，4岁的差距。这不是长得嫩就能解释的，唯一的解释就是真正的恩人一家早在几年前就被你杀了。你拿着抢来的碗编了个故事，就想要哄骗陛下。可惜呀，
你的骨头出卖了你。糟了，这具身体好像确实只有20出头。将宋老带到陛下面前，陛下自会明白一切。不过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让他畏罪自杀，做干净点，就说是他自知罪行败露，撞墙而亡。丞相放心，小的手艺好得很。这大明天下只有胜者为王，下辈子投胎，你得把账算好了再来骗人。动手！走！大将军，徐达，你来做什么？陛下口谕，樊林凡即刻上殿，说他想起了一些旧事，再确认一下。确认？这小子骨龄20，恩人之子24，铁证如山，还有什么好认的？不过既然陛下要见，那就让他死个明白。带走！陛下，这便是此贼的死穴。至正4年，那恩人家的孩子还在襁褓中，算作1岁。如今是洪武元年，那孩子若还活着，应当是24岁。而刚才老仵作摸骨验身，林凡的骨龄只有20岁，整整差了4岁。骨头是不会撒谎的。陛下，唯一的解释就是真正的恩人早就被杀了，死贼林凡杀了人，抢了碗，冒名顶替。这不仅是欺君，这是把您当傻子耍呀！混账东西！微臣刚才还捧着那碗哭，原来是个杀人越货的畜生！来人，给朕拖下去，不用审了，直接乱刀分尸！完了，这具身体确实只有20岁，这是硬伤。系统篡改朱元璋记忆，冷却期剩余10个小时，无法操作。该死，难道真要死在这儿？内官监太监云奇奉皇后娘娘懿旨觐见。云奇，马皇后的心腹总管。朱元璋在冷却期，但他没有。系统锁定目标，太监云奇。植入记忆，洪武元年，他曾奉马皇后之命暗访过恩人，亲眼见过那个孩子因为常年吃观音土得了软骨病，发育迟缓。给我把这4岁的骨龄差补上。目标锁定，精神防御极低，正在腹泻30%、70%。袁公公，你忘了吗？那一年的观音土好苦啊！进度100%，记忆写入完成。皇爷，巴不得啊！这孩子看着只有20岁，是因为他遭了罪呀！云奇，你说清楚，什么叫遭了罪？刚才胡丞相说骨头是不会说谎的，骨头是没撒谎，可胡丞相不知道，这孩子小时候吃的是观音土啊！洪武元年，老奴奉娘娘之命寻访恩人，见过这孩子。老奴记得他耳朵上那颗痣，他是吃观音土吃坏了，骨头4年不长。荒谬！云公公，洪武元年找到，为何不回京请赏？分明是包庇。是啊，既然找到了，为什么不带回来？老奴想带，可林老汉连夜躲深山，他说救你不是图报答，别添麻烦。知恩不图报，宁肯让孩子吃土，也不愿来找咱添麻烦。咱当年要饭啃过树皮，可没吃过土啊，那是连牲畜都不吃的东西。你才多大，怎么咽得下去啊？咱的错，都是咱的错。咱登基了，享福了，却让你在外面吃土，胡为用？陛下，臣是按律办事，臣真的不知情啊，臣也是被那老仵作误导了。去你妈的按律办事！你平日里吃的山珍海味，哪怕漏一点指甲盖，出来这孩子也不至于吃土。臣该死，臣这就去查那个误诊的老仵作，臣有罪。传太医，把医院最好的大夫都叫来，用最好的药。这小孩有个3长2短，得让你们全家陪葬。陛下，不用治了，心里的伤要治不好。孩子，你要什么？只要咱有的，这大明江山有的，咱都给你。我不要荣华富贵，我只要一个公道。陛下，我为何吃土？我爹娘为何惨死？胡丞相刚才说
物是人非，说我是强盗，那我就让陛下看看，到底是谁在做强盗。胡丞相，你过寿的时候是不是收了江苏送来的生辰纲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那生辰纲里有一碗面，是用我爹娘的命换的。陛下，这半块红薯是我娘被扒光衣服冻死在雪地上时死5怀里的，这是她给我留的最后一口吃食，因为我家过冬的种子全被狗官抢走了。朕下过旨，免税3年，谁敢抢恩人的种子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从未下过这种命令，定是地方官吏贪赃枉法，打着朝廷的旗号中饱私囊，臣愿彻查。彻查？那我就替你查。陛下，那不叫国税，那叫孝敬。上个月，胡丞相50大寿，整个江苏的官都在给他凑生辰纲。陛下，我也不想反，都是被逼的呀。我若不反，没法见到你，没活路啊！我拼死都要杀的那王知县，就是他动的手。来人，将王县令拖上来！王知县，你给朕抬起头来！丞相救命啊！这林凡是疯狗，爹娘是抗税的暴民，臣是为了维护大明律法才动刑的呀！臣是清官啊！混账东西！陛下问话，你如实招来，是为了修桥铺路，绝无中饱私囊，对不对？系统目标锁定王知县，给我强行篡改他这半个月的记忆。他每天晚上都能梦见我爹娘满脸是血的索命，让他清楚的记起胡惟庸昨晚在牢里派人传话，今天要杀他灭口。王大人，我爹娘因你而死，难道就没有找你算账吗？你为别人办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就不怕他杀人灭口吗？丞相借你人头一用。别要啊！你要杀我灭口，我死也不替你背锅！你疯了，休得胡言乱语！陛下，我招，我全招！不是我要抢林家的种子，是丞相是胡丞相啊！胡丞相过50大寿，点名要吃银丝长寿面，林老汉家里藏了半袋过冬的白麦种，他不给我只能打死他，我不打死他，丞相就要弄死我呀！陛下，草民听说上个月丞相大寿，您念及君臣之情，也去丞相府吃了一碗银丝长寿面，对吗？那碗面是用抢夺恩人的谷种磨的，是用我爹娘的命换的。胡惟庸，你拿朕恩人的骨灰做面，朕剐了你！陛下，臣冤枉！这狗官打着臣50大寿的旗号，在地方横征暴敛，中饱私囊。陛下，臣若真要搜刮民脂民膏，何须一袋麦种？大明律讲究铁证，若仅凭一个死囚的攀咬，陛下就要杀大明开国丞相。明日早朝，6部堂官，谁还敢来上朝？陛下息怒，丞相乃国之柱石，不可轻信小人谗言啊！好一个胡惟庸，百官逼宫，没有他签字画押的铁证，朕现在杀他，大明政务明天就会瘫痪。好一个死无对证！王知县欺上瞒下，剥皮食草，胡惟庸御下不严，罚俸3年，禁足相府反省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准参政。好一只成精的老狐狸，壮士断腕，用百官逼宫保住了命。不过朱元璋的眼神告诉我，他已经对胡惟庸动了杀心，只是缺一把能肆无忌惮砍人的刀。云奇，把朕那件外袍拿来。孩子，苦了你了。林大哥不在了，嫂子也不在了，
这世上，你没亲人了。陛下，草民命贱，能沉冤得雪，死而无憾。放屁！你是咱恩人的种，你的命比这朝堂上所有人都贵。林大哥当年用半个红薯救了咱的命，今天咱要把这条命、这份情全还给你。传朕旨意，今日起，朕收林凡为大明义子，赐皇室玉牌，见他如见朕。孩子，今日在大殿上，朕没有直接杀了胡惟庸，替你爹娘报仇，你心里怪朕吗？儿臣不怪。胡惟庸树大根深，门生遍布六部。今日若没有铁证，就强行杀他，明日大明朝堂就会瘫痪，甚至会逼得那些贪官起兵造反。陛下今日不杀，是为了这大明江山。好，好，林大哥生了个好儿子。彪儿若是能有你这般毒辣的眼光和破局的胆魄，朕就是现在死了也闭眼了。这大明的官场早就乱了，三法司那帮人全都是穿同一条裤子的豺狼，朕的大明律审不了这帮贼。这是天子剑，剑剑如见朕。今天朕把它交给你，大明律管不了的事你来管，朕不便杀的人你去杀，不用走刑部，不用请圣旨，你给朕化作一把最锋的刀，把胡惟庸的党羽给朕一块一块的切下来。儿臣遵旨。这把剑出鞘，不把贪官的血喝饱，绝不收回。胡惟庸，你还真是等不及啊！可惜你派来的人脑子不太好使。林凡，相爷说了，你活不过今晚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上！系统锁定刺客首领，强行跳改他此时此刻的记忆，植入剧本。胡惟庸在出发前单独告诉他，除了他之外，其他刺客都是锦衣卫假扮的卧底。一旦他杀了林凡，这些卧底就会把他灭口。他要活命，就必须先发制人，杀光周围的同伴。目标意志薄弱，记忆复写中100%。狗杂种！相爷说的对，你们都是锦衣卫的卧底，想杀我灭口，老子先弄死你们！老大，你疯了！我们是相府的人啊！放屁！去死吧，卧底！死人了！胡丞相，大明义子林凡带着天子剑来给你请安啦！告诉胡惟庸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这颗人头只是利息，本殿下这就去拔他的牙。相爷，那义子将我们派去的刺客都给杀了，还将人头给扔了过来。黄口小儿，披了件黄袍就真把自己当阎王了。传信给御史大夫陈宁，让他立刻把那本万金账的副册烧了，今夜不准见任何人。相爷，陈大人今晚包了秦淮河的画舫，这会儿恐怕……蠢货，还不快去！陈宁，大明御史大夫，胡惟庸的头号钱袋子。明史里记载，这家伙贪得无厌，生性多疑，连睡觉都要枕着账本。应强肯定会让他把账本毁了，得想个法子上去。系统，篡改这个小厮的记忆，植入逻辑。我是画典老板请来的贵客，他必须立刻带我进去，绝不能让护卫阻拦。目标锁定记忆复写中100%。
什么人？敢闯朝廷命官的私船？陈大人真是好雅兴，相爷在家里担惊受怕，你倒在这里夜夜笙歌。大明义子，殿下，下官正在修下，您拿着剑强闯民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大明律法可不答应。大明律，我手里这把天子剑就是专门用来斩大明律审不了的畜生。少废话，把万金杖交出来。什么万金杖？殿下休要血口喷人！下官两袖清风，敢没有圣旨动我一根指头，明日满朝文武定会死结您！死鸭子嘴硬！系统锁定陈宁，强行篡改他此时此刻的记忆，植入剧本。胡惟庸刚才派心腹送了密信，说已经把贪污的罪名全推到了他头上。华城外面的护卫根本不是保护他的，而是胡惟庸派来随时准备将他陈江灭口的死士。惟庸，打我灭口！我替你收了那么多黑钱，你居然要把罪名全推给我！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！你想让我死，我也绝不让你活！殿下，这就是万金杖，吾党所有贪赃枉法的钱，全在上面。我交给你，求殿下保我一命。啊！我的手！我只说来拿账本，什么时候说过要保你的狗命？这本账上的每一两银子，都是大明百姓的血钱。来人，把这个大贪官给我索拿诏狱。明日早朝，我让胡党的半壁江山人头落地。陈宁，本职让你烧了副册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？账本呢？胡惟庸，你个老畜生，你还敢问我要账本？你派死士来杀我灭口，把贪墨的罪名全扣在我头上，我不把账本交给林凡，难道等你把我沉江吗？本乡什么时候要杀你灭口？我派去画舫的护卫是去保护你的，你还装？你的心腹亲手给我送密信让我顶罪，画舫的护卫全拔刀要砍我，要不是林凡踹门，我早就死了。你现在抓我回来补刀，来呀！账本我已经交上去了，大家一起死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拔刀了？有人送密信了？相爷明鉴，属下们一直守在仓外，绝对没有拔刀，更没有任何人送过密信啊！属下只看到林凡进了雅间，不到半炷香的功夫，陈大人就像疯了一样，自己打开了暗折，把账本双手奉上，还大骂相爷您要杀他。没有密信，没有拔刀，但他却亲眼看到了密信，亲身经历了追杀。这不是严刑逼供，这是篡改了记忆。这世上竟有此等操纵人心的妖术！什么妖术？惟庸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你就是想杀我！原来如此，难怪大殿之上云气会突然倒戈，王知县会当堂发疯。林凡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恩人之子，是个懂妖术的怪物。只要听了你的话，看了你的眼睛，就会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既然你觉得我要杀你，本相就成全你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吾党核心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林凡独处。去安隐阁，给我调一批最顶级的死士，要刺龙双耳的死士。林凡既然靠妖术蛊惑人心，那本相就派听不见的人去杀他。我看他的妖法对聋子管不管用。林凡，你可知罪？这是朱标，历史上最稳固、最仁慈，也是权力最大的大明太子。朱标，太子殿下，夜深路重，殿下不在东宫读书，带兵拦我的路做什么？父皇赐你天子剑，是让你代天寻咒，查明真相。可你干了什么？强闯2品大员私船，挑断了御史大夫的手心，你这是踩踏大明律法，吾绝不容你滥用私刑。践踏大明律法，殿下，你跟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讲律法？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？陈宁那双手，
拿了江东百姓整整200万两的买命钱。我挑断他的手筋，是大明律太慢，我先替老天收点利息。殿下，出事了！押送陈宁的兄弟在河畔遭到伏击，陈宁被劫走了。什么？京城脚下，他们安敢如此猖狂？殿下，看到了吗？这就叫大明律法护不住的贼。陈宁被劫走，说明胡惟庸那只老狐狸已经察觉到我的手段。老狐狸终于要掀桌子，也好，能逼得千古第一罪臣跟我玩命，这局才有意思。200万两，整整200万两买命钱，还有去年淮西水灾的10万两赈灾款，200万全进了他胡惟庸的相府。老大，你天天跟朕念叨大明律，念叨水至清则无鱼，你看看这帮畜生把百姓的骨髓都吸干了，你的律法制裁得了他们吗？儿臣以为以王法约束，以仁义待臣子，臣子就会忠心报国。你错在太干净了。你看看小凡子，他没读过你的4书5刑，但他知道对付恶鬼就得用阎王的手段。若不是他逼出这本万金账，你一辈子都得被胡惟成蒙在鼓里。孩子，咱老了，彪儿又太心软。这大明朝的贪官就像烂韭菜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咱今天给你一道不受大明律管辖的口谕。儿臣听旨。从今日起，凡账本上有名有姓者，给朕挨个去抄家，杀到大明朝再无人敢贪1文钱。儿臣遵旨。这把戒指，今夜就拿奸臣的血开封。弟子殿下饶命！我把他的钱全交出来。钱要交，命我也要收。我乃朝廷2品大员，你敢抓我？我要见皇上！你没资格见皇上，下去见阎王吧。斩！朱重八、林凡，你们把我逼上了绝路，真以为拿了账本就能扳倒我？暗影阁听令，林凡会妖术，能用言语蛊惑人心。你们听不见他的妖术对你们无用，去把他的脑袋给我带回来。胡惟庸的走狗来得正好。系统，锁定目标，强行篡改记忆，植入剧本。相爷已经抛弃你们了，他在你们喝的水里下了毒，立刻给我跪下求饶！聋子，老狐狸为了对付我，竟然找了一群聋子死士。去你妈的系统！老子自己砍！胡惟庸，你个老王八蛋，还真看得起我！找了一群龙神死士。放箭！
给孤乱剑射死这帮逆贼！太子殿下，你不是说大明律法不许当街杀人吗？怎么殿下今天连审都不审就放箭了？你教孤的非常之举，当用非常之法。孤若再去大理寺请抓捕文书，你现在已经死了。胡惟庸真的敢在这天子脚下刺杀当朝义子，他疯了！他没疯，他是怕了，狗急跳墙了。相爷，暗影阁的龙人死士全军覆没，太子殿下亲自带东宫卫队救下了林凡。顾崇瓜，你这是铁了心要灭我满门了！好，既然大明容不下我，那我就拉着大明一起死！把大明的江防布阵图带走，连夜出城，送给林贤。嘿，吾相放心，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定会让大明皇帝岁时万钻。无法无天，天子脚下居然敢派死士刺杀当朝义子！传旨，一位全体出动，拿着这本账册，给朕把胡惟庸那老狗锁进诏狱。朕今晚就要剐了他！陛下且慢，现在去抓，绝对定不了他的死罪。账本都在这里了，上面清清楚楚记着相府收的黑钱，怎么定不了罪？陛下，这账册只有半本，没有胡惟庸亲笔押，而且陈宁此刻恐怕早就被胡惟庸灭口了。只要胡惟庸一口咬定是陈宁私刻相府印章，打着他的旗号在外头招摇撞骗，这半部账本最多只能定他一个失察之罪，根本诛不了实罪。父皇，林凡说的对，胡惟庸在党羽众多就强行所拿，明日百官定会齐聚午门死谏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老狐狸确实难对付，他派龙人死士来杀我，说明他已经对我篡改记忆的手段起了疑心，有了防备。要想把他彻底定死，必须找到另外半部政策。林凡，陈宁已死，线索全断了，相府现在犹如铁桶一般，水泼不进，我们还能去哪儿找证据？陛下，3日后是不是就是朝廷1年1度的南郊祭天大典？不错，祭祀皇天后土，百官皆需随行斋祭。胡惟庸作为百官之首，更是必须寸步不离朕的左右。怎么，你想在祭天大典上动手？既然他防着我动他的人，那我就换个玩法。陛下，给我3天时间。祭天大典当日，我不仅要把另外半部账本挖出来，我还要把胡惟庸谋反的铁证直接砸在他的脸上。陛下，今日祭祀皇天后土，怎么不见义子殿下随驾？莫不是殿下伤势未愈？臣府上有一只百年老参，回头便命人送去。吾相费心了，小凡子替朕去办一件要紧的差事。吾相啊，你这百年老参，还是留着给自己补补身子吧。去办差了。今天文武百官都在南郊祭坛，全城戒严，他能去办什么差？不好，丞相府，这老少两头狼在给本相演调虎离山。奉天子密旨，查招相府，掘地3尺，要把胡惟庸藏东西的地牢翻出来，挡路者杀无赦。吾相在南郊祭坛吹风，管家倒在家里烤火。那另外半部万金帐藏在哪儿了？林凡，你一个乡野草民，别以为穿了身黄皮就能动丞相府。等相爷祭天回来，定要参你个抄家之罪。硬骨头啊！胡惟庸防着我，核心死志全是龙人，但你这个大管家不是。系统锁定相府管家，强行篡改记忆，植入剧本。胡惟庸去祭天前，亲口告诉他，相府已经被皇帝盯上了，留下烧证据，就是留下等死。目标锁定精神防御中等，记忆复塑中100%。你以为你在护主？你仔细想想，胡惟庸走的时候看你的眼神，是不是像看一个死人？
他让你来烧账本，却没告诉你地库锁孔里早涂满了毒，他这是让你陪葬。陛下肯定怀疑上了本相，到时候留管家在府里顶罪，就说管家打着我的由头，向百官收受贿赂，到时候最多治我一个治下不严的罪名。他要用我抵罪，我替他干了30年脏活，他居然要把我当弃子！我不想死啊！我交代，地库就在老爷床榻的案板下面，万金长的下半部全在里面。铁证如山，胡惟庸，我看你这次还有几个脑袋够砍？殿下，您快看这个，这好像不是贪污的账本，这上面有东洋倭国的印记。这是胡惟庸写给明州卫指挥使林贤的密信。今天祭天大典，他在南郊关丘的祭台底下埋了整整300斤黑美药。备马，给我备最快的马！胡惟庸同我谋反，南郊祭台有炸药，陛下和太子有危险。快啊，再快点！南郊元丘的祭祀大典，最后一步是皇帝亲手点燃燎炉。那火星一旦掉下去，引爆300斤黑马药，朱元璋和太子瞬间就会被炸成飞灰。今天大明就完了。点吧，点下去吧，只要火把一扔，这大明的天就彻底变了。皇家祭天禁地，任何人不得擅闯。战马收复，滚开！大明义子奉密旨救驾，挡我者诛九族！陛下，不能点！他怎么来了？衣裤被端了。林凡，你疯了！敢在祭天大典上动用刀兵，惊扰圣驾！你最好给朕一个不杀你的理由。陛下，臣若晚来1秒，您和太子殿下就已经灰飞烟灭了。陛下，请看，这燎炉底下连着环条内部掏空的暗格，里面埋了整整300斤黑火药。万金帐下半部，通倭密信。胡惟庸勾结明州卫指挥使林贤，暗通东洋倭国，今日就要炸毁祭台，弑君谋反！一个乱臣贼子，朕要诛你10族！拿下，给朕拿下！朱重八，你赢不了我。既然炸药没杀死你，那就用刀！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，动手！护驾！行了，挡得好，挡得好啊！林凡，那道上除了东洋奇毒，见血封喉，你要死了！招我！陛下，义子殿下中的是东洋倭寇的奇毒丧魂鹰，此毒见血封喉，毒入心脉，半个时辰内若无解药，大罗神仙难救啊！放屁！全天下的药材都在太医院，立刻给朕配解药。他若死了，朕把你们全活埋了陪葬。父皇，东洋奇毒中原罕见，太医院根本没有配方。朱重八，你杀我！杀了我，最心疼的恩人之子立刻就会化成一滩黑水。那解药
整个大明只有我知道在哪儿。解药交出，朕留你全尸。陛下，臣的筹码可不止一条林凡的命。您以为刚才的火药是为了炸死您？错，那只是为了吸引京城3大营的兵力。大明的江防图3个月前就已经被臣送去了东洋，此刻10万倭寇的精锐战船恐怕已经避开了所有的水师暗哨，正在江苏沿海登陆。没有我，你们连倭寇从哪里打过来都不知道。胡惟庸，身为大明丞相，居然引狼入室，出卖大明海防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太子殿下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臣要的是活命，要的是胡氏一族不灭。陛下，做笔交易吧，把臣转入大内死牢，好生休养，暂缓行刑。臣立刻告诉您解药在哪，并且把大明海防布阵图的补救密卷交给你，否则臣宁可把这些秘密带进棺材，让这小子和江东百姓给臣陪葬。警告：宿主感染 S 级神经毒素，由于系统介入，已强行锁住心脉，毒发时间延缓至7天，7天内若未获得物理抗毒血清解药，宿主将被强制抹杀。韦庸之老狗，居然留了这么大一手，把大明国防当筹码，勾结倭寇。系统，我们现在跳起来一剑砍了他。建议宿主保持冷静。胡惟庸作为特级反派，手中握有庞大的潜伏谍报网，宿主必须在7天内端掉倭寇在京城的暗桩，抢到解药和江防图。陛下，不能答应他。小凡子，你别说话，太医正在保你的命。我大明不和叛徒做交易，更不向倭寇低头。陛下，我爹娘死在贪官手里，他们没有屈服。林凡今天就算毒发身亡，也绝不让大明皇帝受制于一个卖国贼。胡惟庸以为他不开口，我们就找不到解药和江防图。给我7天时间，我带人把京城的倭寇暗招连根拔起。好一个宁死不屈的大明好孩儿！林大哥生了个好儿子，大明有你是天下的福气。还朕旨意，将胡惟庸打入大内死牢最底层，用玄铁穿琵琶骨，严加看管。京城9门封锁，许禁不许出。懿旨，800里加急，给朕把正在北平练兵的燕王朱棣召回来，让他带着他的烟云铁骑，给朕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配合一死林凡，剿灭倭寇暗桩，抢回江防图。警告：宿主生命倒计时4天12小时。林凡，你替父皇挡了一刀，命都快没了。太医院只能拿烈药吊着你，禁军还是找不到倭寇暗点。这么搜没用，要抓鬼，就得用抓鬼的法子。燕王殿下，京城戒严，任何人滚开！父皇御赐，吾党通倭，本王奉800里加急密旨入京平叛，谁敢拦我的马，师同谋逆，杀无赦！你就是父皇新收的那个干儿子，听说快死了。燕王殿下来的比我想的慢，路上没摔着吧？小子，别跟本王摆谱。父皇让我配合你查案，一个快被毒死的人，懂什么叫谍战？我不懂谍战，但我懂胡惟庸。你知道胡惟庸靠谁把江防图送出海？难道你知道6部和锦衣卫查了3天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？系统，调胡惟庸通倭案卷组。检索成功，关键人物明州卫指挥使林贤。林贤暗中结交日本，借兵谋反，潜入京城的倭寇正是他带回来的朝贡使团伪装。明州卫指挥使林贤，3年前被胡惟庸发配海外，1年前又带着东洋使者回京，那些使者根本没走，就是胡惟庸养的死士。解药和江防图的备份必定在他的秘密据点。林贤，这么绝密的谍报，你从哪儿得知的？有些事儿我就是知道，敢不敢跟我去龙江驿？
端了这帮倭寇的老巢。好，本王今天给你当先锋。燕云铁骑听令，随本王和义子殿下出征，包围龙江驿。凡遇反抗者，管他什么狗屁使臣，一律格杀勿乱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朝贡使节团，这里是龙江驿，你们带兵包围，是不把大明放在眼里吗？大明礼法，本王的刀就是礼法。燕云铁骑，给本王踏平这里！只要是拿刀的，一个不留！毒素已经逼近心脉了，视线开始模糊。兵线在哪儿？解药在哪儿？小子，撑住！后院有个密室，门是玄铁的，那狗贼肯定在里面。燕王殿下，义子殿下，你们来得倒快！林凡，我知道你中了丧魂鹰，解药就在这盒子里，全天下只有这一颗，江防图也在这儿。你们敢进来，我就把解药和图全扔进火盆里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狗汉奸，你敢威胁本王？我全族早就在海外了，现在立刻给我准备快马，放我出城，否则就看着大明义子化成一滩黑血吧！你以为胡惟庸真的信任你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距离够了，系统锁定目标林显，强行篡改他此时此刻的记忆。昨晚胡惟庸派人送来的天宫酒有毒，让他想起自己喝下去的画面，再把痛感顶上去。目标锁定，精神防御中等，记忆复写中100%，痛觉神经刺激已同步开启。林贤，你看看你的手腕，是不是有一条黑线正在往心口蔓延？胡惟庸连我都敢动，你一个随时会暴露的汉奸，他会留着你？你手里的那颗解药不是我的，是你的命啊！啊！我的心，胡惟庸这个老畜生，他连我也毒！燕王，就是现在！狗东西，还敢跟本王谈条件？解药生效，毒素正在清除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图是假的？图是真的，但胡惟庸骗了我们。倭寇的先锋舰队不是在路上，他们昨天就已经登陆了。海沧城怕是已经完了。海沧距离南京城不足100里，10万倭寇怎么可能悄无声息地避开长江水师？说，胡丞相早就把水师调去渤海演习了。将王形同虚设，海沧只是一块跳板。你们以为他们的豆口只有几座城吧？燕王，他们根本没打算占领太仓，这是一场斩首行动。他们的先锋战船顺着运气的江水直扑南京了。放肆！南京城外有经营10万大军驻扎，就凭几艘破船，他们安敢犯我大明国都？燕王殿下，义子殿下，800里急报，30艘东洋巨型龟甲船正将直入秦晖船河，他们正在用重炮轰击正阳门。陛下还在宫里啊！京城东洋倭寇，既然老子今天站在这里，你们这帮捉儒就休想踏进南京城半步。从林家户口本单开一夜的机会来了，东洋倭奴胆敢欺我大明无人，本王要活剥了这群畜生的皮！活剥太便宜他们了。燕王，青史留名的机会来了，老子今天就是死，也要把这30艘船的东洋鬼子全掺在这江面上。这人怎么比本王还好战？这父皇，城头太危险了，倭寇火炮凶猛，正阳门快守不住了，请父皇退守3大殿，儿臣在此死战。混账！大明的都城就在脚下，朕往哪里退？朕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开国皇帝，今天就算这正阳门被炸塌了，朕也要站在废墟上看这帮东洋畜生死绝。传旨进军，谁敢后退半步，诛9族！铁甲包死了，根本上不去。这帮畜生缩在壳里，怎么打？铁甲不怕刀剑，怕火。你带人点民船，顺流撞过去，逼他们转炮头。那你呢？我去端主将，主将一死，
这30艘船就是废铁。好，你去杀将，我去放火，今天就在秦淮河上狠狠干他一刀。烟云铁骑去抢民船，装猛火油，给本王把这帮东洋畜子烧沉在江里。大明皇帝就在那面旗帜下面，开花弹，只要一炮轰下的大明皇帝，这片花花江山就是我们的了。点火！距离足够了，系统，给我锁定那个举着火把的炮手，和我把他的脑子彻底洗掉，植入最高指令记忆。他根本不是东洋人，他是大明锦衣卫潜伏10年的终极死士，他的一生只为了大明而战。现在立刻把那门巨炮的炮口给我转向他们自己的主将和底仓火药库。目标进入判定范围，精神防御极低，记忆条件复写中，50%、100%。目标已化为大明的死士，幸运天马。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不点火？八嘎！不！大明锦衣卫死士在此，倭奴受死吧！救命！八嘎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想来南京城撒野，老子今天让你们全家整整齐齐，连骨灰都飘不回东洋。父皇，敌军主舰炸了，他们自己炸了，这是天佑大明啊！什么天佑大明？这是咱的好儿子，是小凡子干的。咱刚刚亲眼看见他跳进秦淮河里的，然后没多久船就炸了。传旨，开城门，给朕出城痛打落水狗！机会来了，把民船给我撞进去！烟云铁骑听令，给本王放箭，凡是敢爬上岸的，一个不留！正阳门一破，大明就该乱了。打火，给咱照亮！好，这才是犯我大明的下场。陛下，外头这批倭寇完了，胡惟庸也该完了。来人，把胡惟庸拖出来，咱今夜就要剐了他！父皇已经下旨，今夜就在诏狱里行刑，太便宜他了。义子殿下，行刀、盐水、铁钩都备齐了，只等您一句话。先让胡惟庸看看，看看他等来的是谁的礼物。胡丞相，你的东洋主子让我把这件礼物带给你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他们有30艘龟甲船，用火炮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败了？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！我是鬼，是来向你索命的恶鬼。你的谍报网被我全歼，你的倭寇舰队被我烧成了灰。你在这大明朝，连一只苍蝇的救兵都等不到了。传陛下圣旨，罪臣胡惟庸
贪赃枉法，剥削百姓，更勾结外邦，意图谋反，致使大明陷入战火，罪不容诛，十恶不赦。今日就在这诏狱之内行凌迟之刑，割足3357刀，怕一刀让他咽了气，你们提头来见。刀下留人，父皇有旨停止行刑。陛下，这老狗谋反，铁证如山，为何不杀？义子殿下，杀不得呀！800里急报，秦淮河的30艘船只是诱饵，倭寇真正的10万主力大军已经在江苏太仓登陆，江南3省的地方卫所竟然全部放弃抵抗，开城献降了。朱重八，你们真以为我谋划了10年的大局，会把所有的宝都压在30艘破船上？江南一半的知府巡抚全是我胡惟庸的门生，没有我的亲笔手书，江南的大军就是瞎子，水师就会倒戈。敢把大明的财富重地送给倭寇，朕现在就剐了你！你剐呀！江南是大明的国库，我若是死了，江南官员立刻竖起反旗，切断京城的运粮通道。3个月，大明朝就会活活饿死。陛下，我现在是阶下囚，但我手里捏着半个大明，把他锁死在这里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老狐狸，你以为江南的官铁板一块？你以为大明的国库是你用来保命的筹码？燕王殿下何在？本王在此。胡惟庸觉得他在江南的手下能只手遮天，殿下，敢不敢跟我下江南？他有100个贪官，我们就砍100个脑袋；他有10万倭寇，我们就把江南杀成血海。我就不信大明的刀劈不开这江南的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父皇，儿臣愿与林凡同下江南，不平倭患，不斩尽贪官，誓不回京。太仓失守，苏州、松江、常州3地粮道全断，朕的朝廷里到底还藏着多少个胡惟庸？等你们屠完，倭寇都打到紫禁城门口了。儿臣请旨，率锦衣卫与燕王亲兵即刻南下，给我天子金牌，给我遍地行事之权。谁通倭，我杀谁；谁敢拦军，我先砍头，再问罪。朕给你天子金牌，再给你一道空白诏书，3品以下先斩后奏。巡抚总兵若敢通倭，也给朕拿下。儿臣遵旨。先杀谁？先去应天水师大营。两江巡抚周伯安昨夜连下3道军令，锁死水师，不准救太仓。临战锁兵，这已经不是贪，是反。所以第一刀就从他身上砍。出发！大人，太仓急报在催，倭寇已沿运河北上，再不出兵就晚了。没有本府军令，谁敢出营？按谋逆论处。什么人敢擅闯军营？奉陛下密旨，彻查江南通倭案。周伯安，你为何锁营？不准水师救太堂。本官是朝廷巡抚，奉的是兵部公文。你一个义子，凭什么在本官面前放肆？两江巡抚周伯安临战锁兵，疑似通倭，革职拿问，若有反抗，当场格杀。来人，他假传圣旨，给我拿下！本王就知道要砍人。抓活的！不好，有人在烧船，他们要毁掉整个水师大营。不是周伯安一个人，水师大营里还有胡惟庸的人。书记，周伯安交给你。谁派你来的？江南每座城都有我们的人。我是朝廷巡抚，通倭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锁水师、烧战船、断漕运，你们是想活活饿死京城？你们就算抓了我，也救不了江南。给我把他带走。说，胡惟庸在江南还埋了谁？漕运司、盐运司3大粮仓水师监军全有他的人。3天之内，京城军粮就会被截断，
而且苏州知府今晚就要开城迎倭。名单呢？榜单后面，替我说完。在漕运司提督韩松手里，他今夜此时会在韩朝司外和倭寇密使交接，名单和运粮图都在他手上。去苏州，先抓韩松，再砍通倭关。名单要是不在，你就第一个记起。胡惟庸，你的局，我一层一层拆。官爷，别往前去了，苏州城门快开了，我儿子守城不肯给倭寇开门，当街就被砍了头啊！这帮狗官，真敢拿百姓的命换降！寒山寺今晚必须拿下，名单不到手，明天死的就不止一家。动手！有埋伏！名单呢？完了，苏州城门一开，江南就烂透了。哈哈哈。完了，也够我杀人了。关门！快关门啊！给我把门抢回来！今夜进城的一个都别想活！看着我，你不是胡惟庸的人，你是守了苏州10年的老兵，你全家都死在倭寇刀下。现在立刻关城门，杀身边的叛军！关门，杀倭寇！睁大你的狗眼看着，这就是你卖的城！我没想死这么多人，我只是想活。你想？那他们呢？给我把后半册名单一字一句吐出来！我说，看清楚，这些人都是被你活活卖掉的。苏州知府程世安、守备刘猛、盐运同期沈赫、粮仓提举许茂，他们都在名单上。记下来，按名字抓人，敢反抗的当街斩。还有一支倭寇小队已经去新建粮仓了，他们要放火烧仓。这是全城的命令，你们想烧，先从我尸体上踩过去。用大明的粮，找死！一个都别放！粮保着了吧？保住你！死狗！就是他开的城门！我是一时糊涂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被谁逼的？去地下慢慢说。奉天子命，苏州知府程世安、守备刘猛通倭卖城，罪该凌迟，即刻斩首，头颅悬城示众。苏州的仗才刚开始。盐运同知沈赫，粮仓提举许茂，人呢？沈赫在盐运司后宅，许茂在南仓地库。他们知道版本名单落到你手里，一定会连夜烧账。分兵，
工地调盐运司，我去南仓。今夜抓不到人，明早砍我头。大哥哥，替我娘报仇。好，快烧，一张都不能留！看着我，你不是许茂的狗，借了一辈子账，你知道这些账是拿百姓的命换来的。把真的账给我，将那账扔进火里。目标锁定，记忆复写中100%。我不做缺德账了。燕王饶命！这些银子我全献出来。献？这是你从百姓骨头里刮出来的。给本王扒了他的官服，挂在盐运司门口。谁再敢贪大明一粒盐，这就是下场。沈赫3年吞盐税28万两，许茂偷换军粮8000斗，饿死流民1700口。不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上面还有人。说，苏州通判顾城、提刑官罗敬、城门监张奎，他们全收了胡惟庸的银子，而且还有一批赃银，今早就会从北码头运走。那还审什么？跟本王去码头抄船！快走！只要出了苏州，天王老子也查不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谁说查不到？你猪爷爷到了！这不是单纯运营，他们是要拿假文书，把别的城也一起拖下水。只要几城一起乱，朝廷就顾不过来了。看清楚，苏州不是一个城在烂，有人要拿你们的粮、你们的命、你们的官印，把整个江南一起卖了。带下去，剥皮食草。苏州只是个口子，大鱼还在后面。不对，这些文书里没有常州和宋江。殿下，城西镇济棚炸了，有人在石州锅里埋了火药，几十个灾民当场被炸死，而且百姓已经疯了，都在喊官府杀民。救命！为什么连州里都着火呀？官府和黎民是一伙的，他们要灭口！我们错了，大人是拿命在救我们。都听着，真正想让你们死的不是朝廷，是躲在暗处那帮偷窝的狗。胡惟庸，你的后手老子接住了，接下来轮到我炸你。你刚才差点把自己炸死。他不是想杀我，他是想逼百姓先乱，再炸城门，里应外合。义子殿下，您这条戈壁再这么折腾，真会废。就废了，也得先保城。真正的雷在城东。走。系统，检索随机目标。判定完成，立刻篡改目标，城东火药铺压运关，真不认真。你不是他们的人，你是大明军官，守的是苏州城，护的是城里百姓。现在带上火药车。目标锁定，一复写中100%。屠城杀贼！
胡惟庸，你身处苏州的时候，我剁掉一只了。这笔血债，我会记住。你们失去的亲人，今天朝廷给你们一个交代。沈赫、顾城、程世安，你们吃的是民脂，卖的是国土，烧的是军粮，开的是城门。今天不是本官杀你们，是这满城冤魂来索命。大人，让我亲眼看他们死！醒醒！林凡，这一招看得真他娘痛快。苏州清完了，可松江、常州、太仓还在流血，那就继续杀。传令三军，今天出苏州，下一站松江。你这只手再这么折腾，早晚得废。废就废吧，还能提刀就行。你到底从哪儿来？你拼命护大明，到底图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大明，我以前就觉得大明很硬。你爹从和尚杀成皇帝，徐达他们把蒙古人打回来，这朝代不低头，骨头是直的。可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是饿死的百姓，我真不信，这竟然是大明。哇，先吃，活下来比啥都强。老两口只因为替外省人藏了一口粮，就被活活胀死。后来我才明白，我喜欢的是那个本该护住百姓的大明，不是让贪官拿来吃人的大明。所以你才非杀不可。对，我见过人把半口粮都分给陌生人，这样的人不该死得那么轻。殿下，偏偏清水镇出事了，溃兵和饥民堵在镇口，地主不肯开仓，已经快打起来了。又是胡惟庸那套。走，先救人，再进松江。让粮草堆成山，我们孩子3天没吃东西了。这是我家的粮，谁敢抢，谁就是反贼！都给我住手！从现在开始，这仓粮归朝廷征用，先救人，后算账。你凭什么抄我家粮？凭本王现在就能砍了你！先出招，谁敢拦着你们活命，我就砍谁。快奔啊！孩子发热，快死啊！奉松江知府之令，任何流民不得入城，有擅闯者射杀。他娘的！倭寇还没杀进来，自己人先杀自己人！不是不能进，有人怕这些百姓进城以后，看见松江到底烂成什么样。奉天子命，平江南通倭案，松江守将韩烈立刻开城放民。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松江粮少，流民一进城，满城都得乱。你怕的不是乱的，是你们囤着粮，城里的人却饿死。放军！烟云铁骑，撞马！
城里一样得乱。你是守城将，城下那些人也是大明百姓，开门，下贪官，护百姓。目标锁定，第一复写100%。放民，谁敢拦，老子先砍谁！谢谢你。好，这才像个守城的。手里有毒！连赈灾粥都敢下毒，这帮畜生比倭寇还脏！不是我们要干的，是知府逼的。他说只有把流民毒死，城里粮才够城的倭寇来接手。闭嘴！完了，南仓那边已经点火了。我竟守着这种城守了这么多年。别磨蹭了，去南仓。里面是宋江最后的粮，烧了，全城都得饿死。一仓粮都不想留，他是想把全城一起饿死。关羽，只要两孩子，将就还能活。陆谦出来，还命来！定住！倭寇揣到，本官还有翻盘机会。都别乱干！我爹就是被他毒死的，我今天被活剐了他。本王向你们保证，今天要是让陆谦多活1个时辰，我朱棣把脑袋赔给你们。拿什么保？拿燕王这条命保！陆谦今天要是跑了，你们先砍我！还不放下刀？想给这种狗官陪葬吗？不了，海上倭船已经进港了。等宋江一破，杭州太仓都会跪下。看着我，你不是死人，你是陆谦的替死鬼。他要你死，他自己逃。回头先杀他。目标锁定，第一复写者100%。港口在哪？东平码头。他们今夜要运进城的不是兵，是火炮，而且城里还有接应的人。谁接应？码头盐帮，还有城门监军。你个狗官，让我！备马，去东平码头。拿百姓给他们搬跑，这帮杂类真该杀绝。先救人，再炸船，一炮都不能让他们运进城。3、4，看着我，你不是倭寇，你是大明兵。这些炮一旦进城，先死的是岸上那些苦力。现在把所有火药全送回主炮船。目标锁定，第一复写者100%。改装主船，先把火药抬回旗舰。谁让你改的？你朱爷爷让改的！
趴下！哈哈哈哈！炸得好，太他娘痛快了！倒霉了，宋江有救了！宋江先传过来了，可胡惟庸的网还没断。那就一城一城剁。好，就从松江开始，把他们欠大明百姓的一笔一笔讨回来。殿下，急报，太仓海口失守。好，去太仓。殿下，别往前走了，前头江口全是尸体。啊！谁干的？海防营，他们说倭寇快到了，万事四川一律击沉。可我们不是逃兵，我们是想把孩子送走啊！这是海防营白天亲手发给我的。他们先放人走，再在江口杀。我孙女才6岁，抱着木盆喊外关风，那炮一响，连人带盆都没了。我这手上这是灭口。太仓已入战时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奉旨查江南通倭案，开门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太仓是海口重地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假传圣旨？你连天子金牌都敢移！我只认军令，不认戏法。这海口不是谁都能碰的，谁敢乱查，谁就是祸国。提示：目标精神防御高，掌心腹泻风险极大。不开门，那我就看看你这寨子里藏了什么。这些人身上不光有剑伤，还有刀口。不是躯干，是上船以后又补刀。那是什么？海防营不止杀人，还在接船。说我回不来，带儿子往北走。别杀我！我不是倭寇。你是谁？我叫阿怀，是码头抬货的。昨晚海防营抓我们连夜搬东西，我趁乱跳水才逃了。搬什么？不是军粮，是铁炮，是火药，还有一箱箱封死的账册。他们要把东西往黑船上搬，我爹跑得慢，被周振海当场砍了。他们说，等这批东西一出海，太仓就算烂了也值。东栈桥在哪儿？那条船上有个铁皮大箱，周海山亲自守着，谁都不让碰。周海山亲自守箱子，这东西比军粮和火炮都要紧。
周振海，你朱爷爷来查仓了。我总算来了，再晚一步，这箱子就出海了。里面是什么？江南六府的漕运改道图，还有沿江卫所的空印文书、官印底样。谁拿了它，谁就能假传军令，切断运粮线，把半个江南一起拖下水。我以前是给朝廷驻所的，箱子一旦切开机关，里面的图纸会立刻进油焚掉。周振海把我锁在这儿，不是让我开锁，是让我陪着这箱子一起沉海。难怪周振海把命压在这上面。谁都别想把他带走！禀告，宿主当前状态不稳定，不建议使用记忆篡改。让他带走，别管我！我赢了太仓又怎样？箱子送不回去，京里的粮一样要断。吴相早就把手伸到京里去了。看着我，不是胡为为庸的狗，你是被灭手的人。他让你守箱子，也会让你死在这里。放开朱记，回头去杀你真正的主子。继续。为庸！你这邪门本事，差点把你自己先送走。他看见了，少废话，死不了吧？以后这种赌命的活儿，咱俩一块儿扛，别老想着一个人顶。写了什么？胡惟庸不只想拖垮江南，他还要趁秋粮断运、京军换防，在京城里再点一把火。京里还有人替他开门。这是要把天都掀了！还要在太仓牵住我们，再用假军令调开京籍卫军，逼南京断粮断兵。太仓是最后的口子，这一破，江南的粮上不去，京城就会先乱。京里再有人接应，胡惟庸就能翻盘。这不是太仓议程的事，在掐大明的喉咙。你拿主意，守太仓，还是救京城？胡惟庸，你总算把命门露出来了。太仓不能丢，京城也不能乱。我留太仓，你回京。放屁！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！太仓这边是倭寇，是炮船，是明刀；京城那边是假军令，是内焰，是暗道。只有你回去，老朱会第一时间信；也只有你回去，京里的兵马调得动。可现在倭寇已经打到海口了。
他们今天不死，明天死的就是太仓百姓，所以胡惟庸要除，倭寇也必须死。我不会死，我还要回京，亲手把胡惟庸拖出来，给那些死了的人报仇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林凡，你给本王活着，本王回京杀完内鬼，就回来陪你宰倭寇。滚！去京城杀人！胡惟庸，老子先斩你的刀，再回京斩你的头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喜欢大明，我不想看着这片江山被贪官一口一口吃掉，我也不想看着那些帮过我的人连个说法都没有。所以胡惟庸要除，倭寇也必须死。那你就打算一个人扛？我不会死，我还要回京，亲手把胡惟庸拖出来，给那些死了的人报仇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倭船想靠岸，只有3条路：正口、东滩、西郊。正口最宽，炮船一定走这儿；东滩水浅，大船进不来，但人能涉水。西郊石多，船不好靠，可一旦摸上来就是偷袭。太仓旧水门下面还有一条弃掉的运盐沟，倭寇如果有内焰，8成会从那边摸，那就先堵盐沟。你带亲骑马上回京，把这封信、这支铁箱一样不少送到老朱手里，再告诉他，太次海口我来守。你让我走，总得让我知道你怎么打。他们船多炮多，我兵少，就不跟他们硬拼滩头。先炸第1船，再断第2船，再把上岸的全堵死在堤口。我要让他们上不来，退不掉，最后全死在太仓滩上。你拿什么炸第1船？拿他们自己的火药，拿他们想杀太仓的炮。第1条炮船一靠近，先打他火药舱，打不炸，今天这堤就守不住。可咱们没炮，他们有，能想，但最多打2轮，再多炮膛自己先炸。够了，2轮够我送他们下海。谁敢退，老子先砍谁！义子殿下，炮口再压3寸，火药舱在船腹袖下边。点火！往第2发！义子殿下，上！又做了一个不留。义子殿下，他们退了。这才第1船，后面还有。义子殿下，他们要从2边摸上来。把还能动的人都给我叫起来，一半跟我去东滩，剩下的拿火油堵西郊。他们人比咱们多3倍，他们脚下也是泥。老子也能杀！打！他们还在上，那就拿命赌！西郊顶不住了，西郊一丢，一口就开了。不能退，一步都不能退。义子殿下，咱们守住了，守住了这一次，下一次不让他们上岸。义子殿下，再来1轮，咱们就真没人了。我们跟他们拼了！昨天他们沉我们船，今天我们跟他们拼。上了这道堤，就可能回不去。堤丢了，家也没了，还回哪儿去？会扔石头的站后面，拿鱼叉的守堤口，会摇船的跟老于去东边滩涂。倭寇上岸以后，先用渔网绊住就砸，再拿鱼叉捅。我没杀个人。今天不上这堤，
明天死的就是你娘！海上那帮王八蛋，今天让他们尝尝渔网缠脖子的滋味！不准退！别朝我不往上走，别怕！义子殿下，还没完。刚才那几艘都是给这艘探路的。正主来了。熊大，别再乱跑，死得更快！他不靠岸，旧袍够不着，石头也够不着，那就只能上船。这船最多撑一趟，海浪一翻就得散。够我靠近就行。义子殿下，你不会是想一个人摸上那艘主船吧？我上船后，要是船炸了，就带人冲；要是我没动静，就带百姓撤，把百姓全带走。那你呢？我把他们最大的炮船留下。你这是交代后事。这是军令。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就够了。警告：宿主精神负荷超限，当前目标精神防御中高，强行复掌后，宿主可能立即昏迷。看着我，你不是我讲，你是被大明收买的死士。你上船3年，只等今天，现在调转炮口，打你的火药舱。付小钟18%、36%、52%、71%、89%、100%，付小完成。主船炸了，倭寇完了，冲！义子殿下，醒了，他醒了！义子殿下，你可算醒了！我睡了多久？1天1夜，太仓那边已经收拾完了，倭寇死的死，退的退，不敢再靠岸了。我现在在哪儿？你昏迷前一直念叨回京胡惟庸，我们寻思着你肯定有要紧事儿，所以我和这小子带着你赶车上路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石头，就是太仓堤上抱石头那个。你们俩怎么不留在太仓？太仓守住了，可你说要回京就昏迷了，我怕耽搁你的大事。太仓那帮百姓都说了，你得回京，把最大的那条狗砍了。那就不歇了，今天赶到驿站，明天进京。封城了，那咱们怎么进？能封城，说明朱棣已经动手了。京里现在不是太平，是已经见血了。今天中午，京路上过去3波兵，还有人说皇宫外头都开始搜人了。连夜走，越乱越得快进京。开门！本王奉密旨回京。燕王殿下，陛下有令，封城，谁也不许进。看清楚，
太仓海口没丢，但胡惟庸的假军令已经伸到京里了。谁在拦本王？耽误的不是城门，是大明过运。父皇，太仓主船炸了，箱子抢回来了。父皇，京畿换防，秋粮改道，假军令调营。要是真让他走成了这一步，南京真会断粮。传旨，奉三大营，封5城兵马司。所有调兵文书没有东宫印，没有朕的亲笔，谁动谁死。烧啊，继续烧！本王正愁找不着人头呢。殿下饶命，我们只是奉令。奉谁的令？是宫里的长公公，他说是陛下密旨，要我们今夜悄悄调开西营。宫里都伸手了，带我去抓这个阉狗！燕王殿下，老奴犯了什么罪？你自己烧了什么纸？你不知道？我说，是胡相的人递了话，说只要把西营调开半夜，外头就有人进城。从哪儿进？西华门水道。宫里早就埋了船。彭进，都上水了！先灭火，一个都不许放进宫！前面有火光，别进城！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呀！等等，躲开！住下！停下！让开！误了救驾，你们全得死！练战，进城！你还真活着回来了！宫里进了多少人？死了一批，但还有人没抓干净。长公公招了，宫里还有接应。那边丢的人最多。右长郎，他们熟路直奔内宫。那就别堵门了，往里杀！小凡子，你也回来了。陛下，太仓守住了，京里的鬼也该挖出来了。挖，给他一层一层的挖。胡惟庸的根，朕今天就要看见。宫里有接应，城外有调兵令，太仓那边还有倭船和假军令，外头一定还有人在替胡惟庸跑。西营5城兵马司公道值守，今夜敢动的不止一个阉人。先别听外头那帮人，他的人今晚扑空，明早一定还会探消息。只要他敢动，就顺着他的手抓。你想怎么抓？宫门照旧守，百官照旧上朝，消息只放一半，让他们以为宫里还乱着。传朕口谕：今夜皇城照常换防，今夜抓到的人一个都不准声张，明早照常早朝。儿臣领旨。那我先去封西营和宫门，谁敢往外递信，我先砍谁。太仓没完，京城这边也还没完。陛下，中书生刚递进来的急折，说西城有乱兵，要立刻调北营过去。又是调兵，
手还真快。朕刚封了3大营，这边的折子还是照样往宫里送。别回，先让送折子的人等着，看谁来接下句话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来送信的，是来探宫里的反应？今夜宫里要是真乱了，这封折子后面一定还有第2封、第3封。送折子的人盯住没有？盯住了，他递完折子没出宫门，现在还在左顺门外头转。不是急折吗？递完还不走？他在等消息，等宫里是不是真调北营。若是照着他的折子调兵，西城就空了；若是不调，他回去也会知道宫里起了疑，那这条线就断了。你想放他回去？放，但得让他带着我们给他的消息回去。我去后街等，谁来接信，我就按谁。别急着杀，先看他往哪儿跑。燕王已经带人去西城了，北营天亮前不许动，谁敢乱传话，先砍了！钩子放出去了，看今晚先咬上来的是谁。宫里回了，燕王出宫了，北营没动。谁让你在这儿接信儿？燕王出宫，北营未动。我说，他让我把消息送去城西绸缎铺。铺子后头是谁？我没见过正主，每回都是一个蒙脸车夫来收纸条。闭嘴！接着说，除了绸缎铺，诏狱外头也有人收消息。诏狱外头都有人？人分2路，盯绸缎铺，盯诏狱外头。今晚谁来碰线，别惊，跟到底。你还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也得站着。今天这场朝会，得让外头的人看见，宫里没乱。绸缎铺和诏狱外头，我的人都撒下去了，只要有人去碰线，今天就能收网。昨夜是刀，今早是朝堂。外头的人既然还想动，那就让他们自己把头伸进去。城西和诏狱外头的人都已经盯住了，知道他们动。今天朝上先逼他们乱，外头一乱，下面的人才会跑。你只管在店里盯人，谁敢跑，我的人就在外头按。别按太早，先让他把线吐出来。昨夜宫中进刺客，城中有人假传军令，朕今天就要看看是谁在替反贼跑腿。西城昨夜根本没乱，这封折子是假的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只是照样誊抄。照谁的样？城西绸缎铺有人给臣银子，让臣照着抄。只你一个人抄？臣不知道后头是谁，臣只知道诏狱外头也有人天天等消息，只要宫里有动静，他们马上就往外传。殿上还没散，你往哪儿走？你也认得绸缎铺？臣只是去买过布。买布要带这个？外头已经动了。站住！拿下！别动！皇帝太君，情报。报！城西绸缎铺拿下了，诏狱外递话的人也拿下了。现在你还说只是买布？陈昭
臣替人看宫里的动静，可臣真不知道后头是谁。拖下去，一条线一条线给朕挖。现在呢？去赵玉，外头的手剁完了，该剁根了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我走到这儿，不是来回头的。你居然还活着！你没死，我当然得回来。回来又能怎样？江南死了那么多人，太汤也打烂了，你以为杀了我就能把这些都抹掉？外头还有人，我死了，他们照样能闹。外头那些人，我一路一路剁过来了，江南的、海口的、京城的，现在轮到你。什么东西，也配杀我？这一刀，你来。这一刀，替江南那些饿死的人，替太慈堤上死的人，替那对给过我一口饭，最后被你们逼死的老人，替所有被你害死的人。敢！我等这一刀，等很久了。太医，别喊，外头还没清完。外头的事交给他们，你先活着。剩下的我替你看。胡惟庸已死，再有同党，今日一并斩了。能抓的都抓了，城西断了，赵玉外头也断了。斩！终于看干净了。林凡，朱棣，我在。我要是死了，应该能被写进史册了吧？可以，你要的，肯定能。那就行。太医！系统，我还在大明啊！义子殿下醒了。